车尾启动，犹豫了一会儿，观察主路来了车，我们应该去那边右转。你可能觉得这个，等这个车的时机，其实前面有一个时机，如果你加速快一点也能过去，但是会不舒适。他这个就没有这样做，这个他想让这些人走，但是那边是红灯，咱们走吧。他不会压这个网格线，就是这个网格线是这边的一个车库的出入口，他不压，一般不压，就在等车的时候他不压，有这个，其实交规是这样规定的。为什么画那个网格线？就是你不能压在上面，你不能站。有点迷惑，你直接过来在这个道走就行，就变到右侧车道，然后又，他想的可能是前面咱们右转了，但这个地方你不能变，因为前面都是违停的，这个也不是违停吧，就是那个出租车、网约车接人的。这软件升级了之后 ，FSD 版本没变，感受也没变，就是没变。就是后面你说升级什么新版本啊，你要说期待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我觉得也不会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这些车这个方向是朝这儿，他可能就让他们让他们先过。最近我想拍个这个 FSD 加塞的视频，一直没拍到，就没有特别，就是没有不让他的，基本上他要变，基本上就都会让他。我觉得有那么2、3个车不让他那样有意思，想拍没拍下来一直。前面200米就右转，他就不大想去左侧走了。其实这个就不对，如果人开的话，肯定要，就是不用这么急、这么早的去到靠右行驶。他好像知道前面的这个车是吓人，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车一停，然后有人下来，他是刚才应该是理解那个场景。如果就是一停，或者是直接停那儿是没有这个人下来这个情况的话，他就直接绕。就他感觉知道，哎，人家就是临时停一下下个人，他好像知道这个场景。这走的不好，你就我刚才说的，我走的话，我不会去，这个最右侧这边走，因为根本没有到可以过来走的这个时机，没有必要。你看现在过来了，把自己搞的这个地方不是很好，又要往外变道，左侧都是车，又不是很好变。因为这网约车啊，他这说停就停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走的就不好。你看过来之后，最终还是要变到这个道，你根本没有必要变到最右侧车道啊。这就是什么呀？这就是，
必须要有经验，你不能看，哎，我前面这个路口要右转了，我就要靠最右侧。因为我们正常人在开车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个公交车站，你变过来之后，你不会变过去的呀，没有意义。这个地图上显示了公交车站吗？好像是没显示，但是也画着实线那边。这有些问题不完美，处理的不够好，估计就得等 L4 才能相对比较完美吧。我是不期待 L3 的，我觉得 L3 是一个根本不需要存在的一个东西，甚至这个分级就分成 L2、L3、L4，也不要有 L5，就是就是我说那个 L4 就和 L5 一样，就把现在的 L3 去掉，就是让它不要存在，直接跳过 L3，这是最好的。因为 L3 的定义就是一个扯皮的定义，它的定义是什么呀？好多人以为 L3 是车企负责事故全责，其实不是。这个它的定义是什么呀？就是车让你接管，你就得接管，不接管出的事是你的。那这个就你比如说有些人说那个之前有个政策说是要10秒不可能，你别说10秒，5秒都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比如说突然这个车突然别过来了，或者说是有这种突发情况吧，基本上都是一瞬间出现的，它不可能预知到10秒之后要发生的事情，说让你提前去接管，不可能知道。所以说，这个所谓的10秒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。哪怕后面到了 L5、L6、L10，它也不可能预知到未来。就是要能处理所有的情况，处理的能力、反应比人会处理的更好。昨天有个朋友的车被撞了，他在自己的车道行驶。它是一个双车道，那个双向单车道，他在这个车道行驶，然后对方在一个十字路口，对方一个车，一个天神过来了，天神过来这样去拐过来应该他拐到自己的右侧车道啊，但是直接就撞他上面了。我没发给你说那视频。直接就撞在上面了。人家就是我那朋友已经刹停了，他刚才想刹车，他看那个白车那个轨迹，可能想刹车，有一点刹车。他直勾勾的就过来撞上了。这视频挺有意思的，但是我在这说一下，就是我没有想发出去，这个怕人家那个找我。那是一辆试驾车。天神之眼试驾车本身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我朋友说呢是这样，说是这个事故是很诡异的，因为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十字路口，两个车道，我们这个像单车道嘛，然后在十字路口的时候，那边来了一个车往这边拐，他应该拐到这个车道，是不是拐到这个车道？但他直接拐到了这个车道，我朋友那个车就这样，离这个车道线在车道的正中间，离车道线还有个70-80厘米，就1米左右，很远，就很正规，人家没有问，人家看到那个车过来了，人家刹住了，刹停了，他本身过路口人家就减速了，变得很慢了，但是看到车来了，人家刹停了，没办法，这车过来就撞上了。我本身就觉得是个普通事故嘛。朋友说是那个这个司机下来之后啊，试驾车嘛是个
是个那个试驾车，说这个司机你那个下车之后就一直埋怨那个销售不让他踩刹车。我还当时一想，我说你去试驾车，你踩不踩刹车，你还得去问销售呢，这不扯淡吗？这不很搞笑的吗？是吧？这我当时是第一反应是这样，后来越想越不对劲儿。他不光是埋怨他这个刹车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埋怨他去踩刹车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出了事之后，这个 4S 店专门叫了一个车把这个司机给接走了，送回家了，说是。为什么知道送回家了呀？因为后面交警来了嘛。交警来了之后，交警要见司机，让司机描述。但是那个销售就觉得你事这么多呀，我们认全责，我们有保险就走呗。就因为他把人家已经送回家了，就是你想吧，这个事情是个什么事情？就是你们觉得很反常吗？很反常。就是为什么？就是我试驾的时候我也没出过事故啊。就是你们了解吗？试驾车，你去试驾车签了协议，出了事故应该是司机的全责，你能走得了吗？你不需要赔偿吗？你不需要交警去啥吗？但人家走了，啥事没有，是服务好吗还是怎么样？后来我跟你说，越想越不对劲。然后他是这样，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，其实那个视频我朋友那个行车记录仪很清晰，非常清晰的，他能拍到里面的人当时的状态、表情，包括方向盘的手有没有在这儿。因为他那个车那个是一个直角，速度很慢了，拐弯嘛，你想直角的一个拐弯，是个窄车道，就很窄的一个车道，就是你拐过去是一个单行道的那种路口，你想那个能快了吗？快不了，很慢。他拐那时候也不快，就是那个小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弯度吧。你要去转这个方向盘的话，不管你的手从哪儿开始转，你就在这儿开始转，它也得转到这个位置，就这个手得露出来，因为整个外面那个行车记录仪能拍到整个方向盘，能拍到这个位置。你方向盘是转的，我们是在看是方向盘是转的，但是没有看到手，整个过程没有看到手。就是你不管，你就开特斯拉，你的手你就从这儿拿，你不可能从这儿这样去打方向，是不是？不可能这样，你肯定是这样去打方向，就是不管于情于理，这个方向盘都会把手露出来，但是没有露出来，说明是什么呀？说明是辅助驾驶，就是他的手是这样，露出来，就是这个角度露出来了一个指头。视频是有的，我这视频都有，高清视频都有，但我不想发出去，我跟你们描述一下，挺有意思的。就是快撞的时候有这个手有这样，他的手应该是这样，一直这样，就两个手这样，可能是要准备去抓方向盘。这是什么？就出来这个手这个动作在外面拍下来了，这是什么？这辅助驾驶的标准动作嘛，是不是啊？开着不放心，然后就是要准备去接管的这么一个标准动作。他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手没出来，方向盘在转，因为为什么知道方向盘转呀？你不转那么大角度，你至少转一圈，它那个转差不多一圈左右，接近一圈吧。然后这个地方，因为方向盘不有这个地方吗？从这个地方移到了这个地方，就是整个的转了，能理解吧？转了接近一圈了，手没露出来，你就从这儿开始打，有看到了，你看不到的话，从这儿开始打，没有人这样去打方向去拐弯的话，你这样开车不可能，你只能这样去开车。这样去打，没有看到手，说明是辅助驾驶。而且人家那个车就写着呀，你体验这个天神之眼嘛，是不是？就是个试驾这个的。所以说是开着辅助驾驶，直接直勾勾的把我朋友那个车给撞了。哎呀，然后呢，这个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？这个当然都是后来分析的啊，看见视频分析的，然后经过那事情分析的。然后呢，下车之后是司机先下车，他能拍到里边的，就是一撞了之后，他本身就是那个头就转向这个副驾驶，这个在沟通是什么？副驾驶一这样，就伸着手这样，就口里边说着话，那视频都拍下来了，就意思是别管，没事，啪撞了，这样撞了之后一直这样还呆了，这样一个情况。然后呢，司机就这样，你不让管。就是撞了之后说，你看你不让碰，你这不让我后来我就理解了，为什么他下车之后呢，司机说
销售不让踩刹车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就是因为开着辅助驾驶，销售说你不用管，没事儿，这么一个过程。然后呢，哎，这个理想开着辅助驾驶，这个灯是绿的，看见了吗？你们看见了吗？这个很少见。哎，关了，你看关了，怎么关了呀？我靠，不是刚才开着好好，怎么关了呀？啊，不是我很少见，好不容易见了一个，怎么关了呀？咋了？那个地方他拐不过来吗？很正常吗？笑死我了。然后那个，哎，我刚才说啊，然后司机下车了，出了事故嘛，司机下车了，司机下车笑得很开心呀，就是咧着嘴笑。然后司机下车了，就这样，然后笑了一会儿，也就销售也下车了，销售的脸黑了都，感觉像销售在开了车，那司机是一个就是那个乘客那么种感觉，就很诡异，你知道吗？就通过这一些分析出来的结果，他要走右侧，不让走。右侧道有红灯啊，你看他就一直想去走右侧，我一般不走右侧。就是这样吧，大约就这么个过程吧。所以说，后排还有他一个试驾的一起的，下来笑得更开心，嘴咧这么大，就是说明什么呀？就是在开着支架，然后不让他去管，意思没事。哎呦，这一个这儿，你看他绕了，我没发现，开始我说怎么拐的这个角度有点大呀？哦，地上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，他过来直接绕了。这个红绿灯有概率识别错误的，它因为这个箭头的，你看识别错误了。刚开始它要停的，然后这个地方那边左侧那个灯亮起了，但是我们这个车道的没亮起，它就要闯过去。所以说这个特斯拉这个红绿灯识别错误的问题挺大的。好了，我们这已经到了，好，那行就聊到这儿吧。